第111章办法，分离非凡特性内失控者精神污染的办法。隐者加德利亚看了世界一眼，猜测对方可能正拿着1到2件失控者遗留的非凡特性，而且其中1件大概率涉及世界的晋升，或者他关系密切者的晋升。这是非常容易的推理，因为如果不将非凡特性作为魔药的主材料，里面有没有失控者残余的精神污染都不是关键问题，顶多制作出来的神奇物品负面效果极强，等同于封印物，但那也不是没有办法利用。调整好情绪的克莱恩操纵世界嘶哑着回应道，写到纸上，传递给我。说到这里，克莱恩本想鼓励小太阳一句，赞美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可又考虑到世界的形象阴沉内敛，没有额外的目的不会废话，一时有些犹豫。不，也是有额外目的的，让小太阳保持他做人的准则，以后很多事情会容易不少，简单来说就是更便于薅羊毛。当然为此就得承受他耿直诚实带来的伤害。世界在正义小姐倒吊人先生他们眼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辣非凡者，不该不注意类似的问题。思绪电转间，克莱恩让世界发出了低沉的笑声。你真是一个遵守承诺的人，你的品格让人赞赏。倒吊人挑了下眉头，主动对太阳戴里克道，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也很感兴趣，我能用什么来交换它？他打算的是代价不高就成交，代价超过心理预期就放弃，反正目前也用不到。刚被夸奖的戴里克正沉浸于欣喜之中，闻言想了2秒，异常诚恳地说道，倒吊人先生，不需要，你之前总是给我建议，帮助我面对困难，这就当作是我的感谢。如果世界是真人且正在喝水，这一刻肯定已将嘴里的液体全部喷出，还好他没在喝水，他也不是真人。愚者克莱恩则用尽小丑的非凡能力，才勉强克制住脸部表情的变化。倒吊人短暂竟不知该说点什么，太阳的回答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他在海上飘荡了那么多年，经历过不少事情，思想观点早就从非黑即白变成了以灰为主，但这一刻竟莫名有了些许惭愧。你的品格真是让人赞赏。阿尔杰迅速就恢复正常状态，夸奖了小太阳一句，不要学我说话，就不能换一句吗？世界扫了倒吊人一眼，愚者则在暗中叹息，老油条都是一样一样的。蠢驴，不，比驴还蠢，蠢羊。月亮埃姆林无声诋毁了太阳一句，从今早开始，他就对这次塔罗会充满期待，因为他已经成功晋升为男爵，想找机会不露痕迹的炫耀一番。他们也许看不出来，愚者先生除外，倒吊人应该能猜到，我等下得做点什么，让他们知道我已经是高贵的男爵大人了。埃姆林边旁听边思索，对于小太阳的话语，正义奥黛丽并没有嫉妒和生气，因为他很清楚，每次负责指导对方的主要是倒吊人先生，自己等人只是偶尔给些建议，做好人自然就会有好的回报。希望倒吊人先生能从此变得更善良一点。他欣喜地看着对面，暂时没有冲动花钱花代价获得分离非凡特性内精神污染的办法。太阳戴里克快速转回，征得了愚者先生的同意，很快就具现出2张黄褐色的羊皮纸。克莱恩操纵世界拿过1张，迫不及待地扫了一遍。2种办法，一是利用可以窃取别人非凡能力的物品，将失控者残留的精神污染窃取出来，然后抢在窃取失效前将非凡特性调配成魔药。这样一来，精神污染就不会返回，而是直接消散。二是布置仪式，向我们白银城那2件强大的神奇物品之一祈求，利用它的反馈粉碎非凡特性，让精神污染蒸发，之后非凡特性会缓慢的自行聚集。我只能拿到相应的仪式流程，无法获得那件物品的准确描述。只有6人议事团的长老们才有资格了解并主持类似的仪式。仪式流程为克莱恩脑海念头分成，险些忘记操纵假人世界。第一种办法确实是我之前没想到的，廷根是查尼斯门后的封印物，血管小偷就能窃取目标的非凡能力，将精神污染视作其中一种，逻辑上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全黑之眼内的精神污染不是普通非凡者的，来自邪神真实造物主，不管是掌握窃取能力的非凡者，还是性质接近的神奇物品，都很难承受住这样的精神污染。前者100%当场失控，后者则会直接被污染。从理论上说，可以牺牲1件类似的神奇物品，用它代替全黑之眼被污染，可时机必须把握的足够恰当，不能有一点差错，
否则两者都会被污染。克莱恩飞快就分析出了第一种办法的可行性，而第二种办法与他之前的推断和艾德文纳的猜测接近，只是细节上有所不同。白银城那两件强大的神奇物品顶多0分级，基本不可能是哪位真神哪位序列灵的遗留，否则他们不会在神器之地如此狼狈。所以是否可以认为粉碎非凡特性不一定必须诸神的力量，天使级的也够了？按照小太阳的说法，在第二纪元，天使等于从神，勉强算是神灵了。有件事情可以佐证这点。海神卡维图瓦只获得了天灾高希纳姆的部分特性，剩下部分在天灾之书里，甚至可能还存在第三部分，不知隐藏于哪里，帮助那天使级的上位精灵死而不僵。总之可以看出，高希纳姆的非凡特性分割成了至少2部分，这和粉碎非凡特性的本质一样。前后印证，初步可以认定，只要仪式恰当，天使级强者的回馈也能粉碎非凡特性。那么问题来了，我到哪里去找一位天使？阿兹克先生鼎盛时也许是，可现在明显还未恢复，还处于圣者级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目前只是个胎儿，都还没有出生。克莱恩未去多想，决定塔罗会结束再考虑从哪方面着手的问题。此时倒吊人阿尔杰也快速浏览了一遍，对内容有了一定的掌握。他据此有了个猜测，让世界自己寻找分离非凡特性内精神污染的办法，应该是愚者先生对卷者的考验。但这是否也能说明愚者先生的力量目前只恢复到圣者级，还没到天使阶，否则没必要那么麻烦，可以直接去除。这才多久？刚7个月出头，愚者先生就恢复到了这种程度。对，他都可以代替海神卡维图瓦给予回应了。再有1年2年，他应该就能初步摆脱封印，站在天使阶的顶端，距离终极目标只差一步。没去管倒吊人的反应，隐者加德利亚看了世界一眼，想了几秒，轻声笑道：不知道那些方法里是否有我了解的一条？我可以免费给予提示，太阳途径的无暗者能直接净化非凡特性内的精神污染。隐者女士比上次主动多了啊。这是调整好了心态，有什么目的？还是发现其他人都是弱鸡，觉得没必要那么谨慎了？克莱恩先是诧异于新之上将加德利亚的态度，接着欣喜于自己获得了第3种办法，那来自白银城缺乏的太阳途径。可是我也找不到无暗者帮忙啊，我倒是有残缺的无暗者魔药配方。他操纵世界斟酌了下，转向加德利亚，低沉笑道：感谢你的慷慨，隐者女士。接着他迅速切换为推销员模式，对太阳代理克道：你知道一本叫做《格罗塞尔游记》的书籍吗？太阳代理克认真想了想，诚恳摇头道：没有。克莱恩差点无法展开后续的话语，还好他及时稳住，让世界自话自说般道：那是一本出自巨龙一族的神奇书籍，它的历任主人多有失踪，出自巨龙一族。正义奥黛丽敏锐地注意到了重点，颇感兴趣地反问道：对，有位非凡者正打算卖出它，价格是8000镑。世界嘶哑着说道：他没有在艾德文纳的报价上加钱，因为他还没有还过价，这就是获利的空间。而且即使艾德文纳坚持8000镑不动摇，能拿到格罗塞尔游记研究一下，也值得他付出时间成本了。奥黛丽嘴巴微抿，眼眸半转，谨慎问道：他有什么神奇的地方？有待研究。世界选择了诚实。我考虑一下。奥黛丽没急着答应，因为8000镑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刚刚才报销了谎言。他的父亲霍尔伯爵很难再接受一本不知道什么用处的书籍，而靠自身他需要攒3-4个月，这个的前提是他已经帮苏茜买到了心理医生的非凡特性。于是他转而向世界询问起心理医生非凡特性的事情。这一周主要在狩猎疾病中将，还未能成功，没有找到替换的放牧对象。克莱恩一时有些尴尬，觉得世界阴沉老辣的形象遭受了损害。第112章世界的委托。幸运的是，世界并不具备老脸一红的能力，只要没被操纵，他的状态就不会改变。他阴沉着低笑了一声，还需要等几天。正义奥黛丽矜持点头，未做催促，因为苏茜最近也没有表达过想要提升序列的渴求，毕竟她只是一条狗。此时倒吊人、月亮和太阳由于刚晋升没几天，还处在收敛灵性、练习新非凡能力的阶段，短时间内没有购买后续魔药配方，相应血族遗产的冲动很是平静地等待着交易环节过去。而且他们的资金并不宽裕，
虽然倒吊人阿尔杰将血族男爵遗产以降价后的4300镑加佣金300镑卖给了月亮埃姆林怀特，纯赚1400镑，但买入精神之鞭让他花费不少，目前仅剩下现金1445镑。埃姆林购买血族男爵遗产、新人偶和人偶衣裙后，还有2300镑存款，看似丰厚，可后续是血族子爵相关，最低不会少于8000镑。太阳代里克则已经兑换完了之前积累的功勋，等待着被安排巡逻或探索任务。魔术师福尔斯和正义奥黛丽同样为求购后面序列的魔药配方，因为他们各自都有渠道获得，且不需要隐瞒，没必要于塔罗会上再浪费一笔钱。奥黛丽只是在钱财上不计较什么，并非愚蠢。赢者加德利亚一是还在观察，不急于暴露自身需求；二是暂时不认为愚者先生之外的塔罗会成员能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毕竟对一位晋升序列5多年的海盗将军来说，最渴求的只会是半神位阶，所以他略显身子的眼眸就那样平静地望着对面的太阳等人，没有尝试开口。克莱恩想了想，操纵着世界，补了一句：谁有，或者谁能拿到攻击力很强的神奇物品？他询问的目标是赢者，因为这里只有纵横大海多年的星之上将可能满足他的需求，就连倒吊人与他熟识的那位工匠都不行，除非他能自行提供对应的序列6甚至序列5非凡特性。赢者加德利亚沉默2秒，缓慢摇了摇头道：如果我参与的非凡者聚会上有出现类似物品，我会帮你留意的。这么多年下来，他杀过的非凡者不少，确实有获得一定数量的非凡特性和神奇物品，但要么奖赏给了手下海盗，要么换成了极大提升他实力和生存能力的2件强力物品，再没有剩余，而那2件在他晋升半神前不可能交易出去。看来星之上将也不宽裕啊，势力大也意味着开销大。克莱恩暗叹一声，让世界沉哑着道了声谢。交易环节飞快结束，他操纵世界，望向魔术师福尔斯道：我想委托你做一件事情。福尔斯有点诧异，难道又是买无线电收报机之类的事情？他嘴角微动的想着。世界点了点头道：去西区和皇后区交界的威廉姆斯街转一圈，隔2-3天去一次，注意是否有异常，如果有，立刻告知我。他没再提通过愚者先生中转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已经熟知并熟练，而威廉姆斯街的弟弟正是恶灵徘徊的图多家族遗迹。异常？什么算异常？魔术师福尔斯又疑惑又谨慎地反问道。贝克兰德的威廉姆斯街可能存在异常。正义奥黛丽本来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此时却差点支起耳朵，很是关切。他对世界先生的情报能力相当信任，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就是证明之一。西区、皇后区，听起来像是在鲁温首都贝克兰德。魔术师小姐目前在贝克兰德。果然，她看似普通，并不简单。对一个隐秘组织而言，大都市的成员往往比其他地方的要厉害。当然，她也可能是像我这样，因为求助被拉入，属于命运的巧合。赢者加德利亚扫了魔术师福尔斯一眼，快速分析起那段对话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倒吊人阿尔杰则突然兴奋，因为他知道世界是愚者先生的眷者代表，对方密切关注的异常大概率涉及高层次的争斗。那条名为威廉姆斯的街道究竟藏着什么秘密？阿尔杰难以遏制地猜测着深层次的真相。我怎么知道会有什么异常？克莱恩咕哝了一句，让世界阴沉回应道：你认为足够反常的事情，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如果真的发现了异常，不要试图自己去调查，或者委托他人调查，这会很危险。你认为多少报酬比较恰当？很危险。魔术师福尔斯本能就想拒绝，可考虑到上次贝克兰德大雾霾的影响范围极大，让他都差点受到波及，此次异常未必不会对他造成伤害，他又变得迟疑。好几秒钟后，他改变慵懒的坐姿道：100磅比我想象的少。世界低笑了一声。魔术师福尔斯摊了下手道：因为这也是为我自己，就当作去附近观察行人，搜集小说素材。也是，我不能总待在家里，该出去走一走了，得将扮演戏法大师的事情提上日程了。仅靠变戏法斗修是没法消化的，该怎么扮演呢？去马戏团表演戏法，或者就在各个广场内独立表演，这不需要担心熟人怎么看。身为一名作家，体验生活是基本事项。福尔斯的想法逐渐发散。敲定好这件事情后，克莱恩让世界转过脑袋，看向倒吊人，阴沉笑道：我收到消息，风暴教会动手了，
班西港的事情初步解决了最近一周漂在海上与教会没有联系的阿尔杰当即沉声反问道。最后是什么结果？一段时间内不会有班西港存在了，世界含笑回答。直至这个时候，正义奥黛丽等人才反应过来他们在讨论什么。那是县民班西古民宾西的地方，那是天使之王梅迪奇后裔居住的地方。世界先生的意思是风暴教会将班西港抹平了，真是他们的风格啊，这样也好，不用担心那里的无辜者被污染了。不知道天使之王梅迪奇有没有出现，有没有逃走，风暴教会那位教皇有没有亲临现场，有没有动用灵封印物。正义奥黛丽松了口气，眼眸晶亮的开口道，世界先生，您了解具体过程吗？不，没有人能够了解，除了风暴教会的高层。世界幅度很小的瞄了眼倒吊人。倒吊人沉默了下来，再次感受到了自己胸膛内熊熊燃烧的那颗野心。我要成为教会的高层，他对自己强调了一遍。第二次参加塔罗会的隐者加德利亚则基本没听懂其他人在交流什么事情。作为一名海盗将军，他对班西港并不陌生，可完全不清楚那里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风暴教会为什么要毁掉那里，用很长一段时间重建，应该是很严重很高层次的事情。塔罗会这些成员似乎都有所了解啊，他们虽然序列不算太高，但都仿佛知道不少，牵涉许多事件，太阳除外。这就是愚者先生默许他们建立这个聚会的原因，通过塔罗会间接的影响不同的组织不同的事件。隐者加德利亚又一次调整了对其他成员的认知，愈发高看他们。他依旧保持沉默，没有出声询问，这让带着些许炫耀心情等待着解答他疑问的正义奥黛丽一阵失望。哪怕是隐者女士，在现实世界里应该也接触不到天使之王相关的事情。不，她可能都不知道有天使之王存在。奥黛丽悠然想到，交流完班西港的结局，等待好一阵子的月亮埃姆林怀特当即清了清喉咙道，感谢倒吊人先生的帮助，我已经是一名男爵了。我有一个疑问，身为血族，晋升男爵之后，是否需要像你们人类一样，用扮演法促进所谓的消化，更好的掌握非凡特性？他的腰背挺得笔直，他的脖子有所扬起，他的下巴微微上抬。很抱歉，愚者先生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但从理论上来说，是需要的，毕竟用的是别人的遗产。克莱恩后靠住椅背，坐在灰雾里，悠闲地看着塔罗会各位成员。隐者加德利亚环顾了一圈道，血族男爵对应的是序列6魔药教授。是的，埃姆林难掩笑容地回答道，他并不笨，有从历次交易和交流里判断出世界之外其他成员的序列，相信自己现在已经是塔罗会数一数二的强者，当然愚者先生除外，刚加入的隐者女士除外。月亮先生有序列6了，为什么感觉还没有太阳成熟？正义奥黛丽抿了下嘴唇。此时隐者加德利亚道，需要扮演，因为那条途径只有序列7叫吸血鬼，而你们天生就是，不用扮演，其他都需要隐者女士。这是哪条途径的序列7？正义奥黛丽眨了下眼睛，抢在埃姆林怀特开口前好奇问道，第113章领域。不等隐者回答，正义奥黛丽又补充道，如果你认为这情报重要，不能做无偿的交流，我可以支付一定的报酬。不用，只要熟识费内波特大地母神教会的人，对这方面的情况都能有所了解。隐者加德利亚并不怀疑正义小姐等价交换的诚意，相信对方有足够的财力或资源满足自身的开价，但他还是决定免费透露部分信息。这一是提升正义小姐对自己的好感，为后续可能存在的交易打基础；二是通过情报的抛出，观察塔罗会众位成员的反应，揣测他们在自身组织和势力里的地位。我和大地母神的眷者乌特拉夫斯基主教也算熟悉啊，可完全不了解相应的情况。当然，我确实有点怕他，身高和体型太有压迫力了。每次都尽量只找埃姆林怀特交流。青铜长桌最上手的愚者克莱恩在心里自嘲了2句。隐者加德利亚没有停顿，自顾自说道，吸血鬼属于月亮途径，对应的序列9是药师，序列8是驯兽师，序列6是魔药教授，序列5是深红学者，序列4是巫王，再往上我就不清楚了。可埃姆林怀特咳嗽了一声，隐者女士，我必须强调一点，是血族，不是吸血鬼，呵呵，如果你将那种靠服食魔药获得我族特性的人类称为吸血鬼，
我是不反对的，甚至很赞同原来吸血鬼是要识途径的，巫王也是，难怪他们会崇拜原始月亮，不信仰女神。沙伦小姐得到的那件封印物深红月冕，难道就是哪位深红学者或血族子爵死后演化而成的？它除了能制造满月效果，免疫相应的影响，还可以提供可怕的速度、难以想象的恢复能力和较为强大的黑暗类法术，负面效果则能靠吸食活人鲜血来化解。确实很像血族的衍生。这条途径各个职业间，有的像占卜家途径，前后缺乏关联，有的则又存在一定的递进，很奇怪啊。克莱恩将之前的点滴见闻串在了一起，有些恍然，又有些疑惑。倒吊人阿尔杰和魔术师福尔斯等人或若有所思，或听得津津有味，或假装不感兴趣，各自反应皆不相同，但隐者加德利亚却能据此判断，他们之前对吸血鬼相关的情报没什么了解。他们在各自组织和势力里的地位还处于中下层，符合被拉入塔罗会没多久，处于快速晋升通道的特点。世界没给什么反应，要么很深沉，要么早就知道吸血鬼的事情，要么两者皆备。经过这一次次观察，必须承认，世界才是塔罗会成员里最值得注意、最需要提防的那个。正义奥黛丽兴趣浓厚的听完，认真想了想，就像在上家教课程一样，小幅度举了下手。隐者女士，为什么月亮途径各个序列之间没有必要联系？隐者加德利亚看了眼正义小姐，发现她的衣裙、首饰皆与上次截然不同，没有一点重复，但又都体现出了奢华贵重的气质。恍惚间，他仿佛看见了那位女王年少时的肖像画，每一张上面的衣着打扮都不尽相同。一样的衣物在正式场合绝不会穿第二次。加德利亚沉默了下道，一条途径内的不同序列不一定要有关联，或者说要有表面的关联，它们共同的特征是都在这条途径对应神灵的领域内，比如月亮代表着灵性，植物、美丽、部分生命、部分黑暗与部分诡异，所以这条途径有植物领域的药师，有生命领域的吸血鬼，有生命与灵性交叉的驯兽师血族。月亮埃姆林怀特强调了一句，微抬下巴道，这应该就是我们血族都很英俊和美丽的原因。不是这样的，我见到的吸血鬼都很恶心，都很狰狞。太阳戴里克在心里小声反驳了一句，还能这样解释？和队长戴利的说法不太一样啊，不同途径代表不同序列灵包含的领域，或者两种说法糅合在一起才是最准确的答案。不知道占卜家途径的序列灵会代表什么领域？从我椅子背后的象征图案来看，诡异与变化。克莱恩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念头急转。正义奥黛丽轻松理解了隐者女士的解释，不由自主地猜测起自身途径序列灵的名称。肯定不是巨龙，巨龙有很多种类，许许多多的能力并没有包含在这条途径里，这更接近于心灵巨龙代表的领域。真希望愚者先生尽快搜集到这条途径对应的亵渎之牌呀！那本格罗塞尔游记出自巨龙一族，不知道和心灵巨龙有没有关系。这时，月亮埃姆林确认般问道，也就是说，我想顺利成为血族的子爵，同样得扮演魔药教授，哪怕本身是月亮的宠儿也一样。怀特同学，我知道你想强调的是后面半句。愚者克莱恩差点伸出右手，捏一捏下巴。这也正是他委托魔术师小姐去威廉姆斯街查看异常的原因之一。他总觉得埃姆林怀特这不爱出门、不爱交际的吸血鬼目前还不是太靠谱。另一个原因是，他清楚对方肯定被血族高层秘密监控着，让他去威廉姆斯街，很容易暴露地下遗迹的事情。是的，隐者加德利亚点了下头。交流继续进行，逐渐来到尾声。正义奥黛丽似乎想起了什么事情，侧过身体，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道：愚者先生，政府雇员统一考试的第二轮今天正式结束，只剩最终的面试了。他语气轻快，带着明显的欣喜情绪，就如同在向家长报告自己成绩的优秀学生。在他看来，政府雇员统一考试方案是愚者先生随口给出建议，自己通过不起眼引导、竭力推动的事项，是他第一次以非凡能力改变现实的尝试，所以一直非常关注，并时不时向建议提出者汇报情况。第二轮考试结束了，不知道班森能不能通过，有没有机会进入最终的面试。克莱恩靠着椅背，呼声感慨。他轻轻颔首，语带笑意道：不错。得到愚者先生赞赏的正义奥黛丽愈发开心，觉得自己间接地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让原本只能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他们有机会进入中上层。隐者加德利亚听着这段交流，忍不住有些皱眉，感觉这和塔罗会之前表现出来的风格不太一样。难道鲁恩王国最近半年的变革是塔罗会暗中推动的？正义小姐这位贵族少女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真是这样，我又得调整认知了。这里的成员虽然序列不高，在组织里的地位也不高，但却能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世界局势。加德利亚收回视线，考虑着要不要通过不同渠道深入的了解下鲁恩变革的幕后故事。又交流了几分钟，愚者克莱恩宣布本次聚会到此结束。在正义小姐等人的起身致意里，他切断了联系后靠住椅背，安静地看着下方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看了很久。贝克兰德国王大道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内，梅丽莎拿着陶瓷茶匙，轻搅着放了柠檬的红茶，时不时侧头望一眼蒙着淡白雾气的窗外。她黑色的纱帽正放在旁边的座位上，面前摆着一盘最便宜的烤面包，但却没有咬动一口。她原本担心一直坐在这里会让咖啡馆老板不高兴，耽误对方赚更多的钱，但后来发现不少人都待于这里，和他一样等着对面的考试结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玻璃窗上的水雾越来越浓，梅丽莎忍不住伸出右手，用指头清理出一片还算清晰的空间。终于，他看见一堆人走出考场，涌了过来，看见咖啡馆镶嵌有玻璃窗的木门被推开，7、8位男女当先进入。班森刚摘掉有点陈旧的礼帽，还未来得及用手指梳理下颇高的发际线，就发现妹妹站了起来，有些紧张地问道：考的，今天的考题难吗？对别人来说可能比较难，但我没有任何问题，算术是我的特长。班森左右打量了一眼，见大家都在讨论，没人注意自己，于是呵呵笑道：考试结束的时候，我看见不少人的卷子还有大片的空白，难道他们认为低层的政府雇员能有算术秘书？那样的话，雇佣卷毛狒狒和雇佣他们有什么区别？梅丽莎暗中松了口气，望了望旁边，又扭回脑袋道：班森，如果你真有信心，就该考虑面试的事情了。你必须买一套足够体面的新衣服，这留到明天再考虑。我们今天只需要庆祝，我已经想好去哪家餐厅了。班森笑着指向外面。梅丽莎抿了下嘴唇，非常认真地看着哥哥道：我已经买好肉类和蔬菜了。班森与妹妹对视了几秒钟，屈服地移开了目光。好吧，我们回家。灰雾之上，克莱恩逐渐找回思绪，平复了情绪，开始考虑怎么分离全黑之眼内真实造物主精神污染的问题。第114章线索。一根根石柱撑起的宏伟宫殿里，克莱恩坐在高背椅上，手指轻敲斑驳长桌的边缘，首先将寻找太阳途径序列4无暗者的办法排除了。这一是由于他与永恒烈阳教会几乎没有接触，很难找到谁帮忙；二是他怀疑无暗者未必能净化掉全黑之眼内的精神污染。毕竟隐者加德利亚的建议针对的是普通失控者遗留的影响，而这来自真实造物主，寻求天使或真神力量帮忙也不太现实。从理论上来说，我可以在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内占卜永恒烈阳，借助他的自发反击粉碎全黑之眼，蒸发精神污染。但问题在于，有过经验的他说不定能瞬时侵入这里，占据灰雾，那我就得不偿失了。而且那种超过我目前不知道多少个层次的力量瞬间生效，没有延迟，针对自身，我根本没时间也没能力将它导向全黑之眼，缺乏操作的余地。还有，不是说占卜就能占卜到，得有媒介。之前用的是有永恒烈阳神血的变异太阳圣辉，是真实造物主污染过的耳朵。目前有媒介的是门先生和隐匿贤者，可以通过魔术师小姐的满月一语和心之上将被知识的追逐来尝试，但同样存在反击并不指向全黑之眼，而我无法中转的问题。阿兹克先生还没有恢复，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尚未出生，想来想去也找不到天使帮我，还是认识的高层次大人物太少了。对了，还有个与天使界沾边的贝克兰德地下遗迹内疑似天使之王梅迪奇的那个恶灵，但这家伙心机深沉，藏着不知多少阴谋和恶意，不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根本不能考虑他。对，冒这样的危险根本不值得，那样我还不如放弃全黑之眼，重新搜集密友大师的主材料，也就是古老怨灵的粉尘和6亿石像鬼的核心结晶嘛，前者说不定在冥界就有。这么看来，重新搜集是一个思路，找类似血管小偷的神奇物品是另一个思路。
有灰雾屏蔽的情况下，我能把那窃取能力玩出花来，绝对能分离全黑之眼内的真实造物主精神污染，而不怕他返回。最简单的操作就是一窃取完成，就把被污染的神奇物品丢到远处，然后将纯净的全黑之眼带回现实世界，让双方物理隔离。该去哪里找类似的神奇物品呢？倒吊人先生看了办法后没有说话，表明他也不知道，但下次还是可以在塔罗会上问一问。隐者女士、正义小姐、魔术师小姐、小太阳和埃姆林怀特那家伙都有相应的渠道和资源。这一周我先试着自己寻找，从冰山中将开始，他的三父花领杰约德森拥有窃取这非凡能力，也许知道哪里存在类似的神奇物品。克莱恩逐渐理清了思绪，有了初步的方案。他先做了个占卜，接着迅速返回现实世界，摆脱瘫在安乐椅上喝饮料看报纸的颓废状态。飞快不知起一事，依旧是3根蜡烛，但不同的是，描绘的图案换成了知识与智慧之神的圣辉位于摊开书本上的全知之眼，一式银笔也换成了黄铜小刀神秘学里。对应知识与智慧之神的是蓝星，蓝星领域的金属是水银和黄铜。克莱恩早就考虑到要联系冰山中将艾德文纳·爱德华兹的问题，所以有预备一套降临仪式的材料。一番操作后，他焚烧了相应的草药粉末，滴下了用薰衣草和薄荷萃取的精华和纯露，清新、淡雅、神秘的香味里，克莱恩退后一步，用古赫密斯语诵念起咒文：我祈求知识的力量，我祈求理性的力量，我祈求智慧之神的眷顾，我祈求您让我与追逐知识的导师、灵界生物的研究者、大海之上的冰山中将、来自伦堡的艾德文纳·爱德华兹的灵沟通。克莱恩的声音层层回荡，祭坛内一下变得阴冷，无论黄铜圣笔还是金属小瓶，全部漂浮了起来。成功了，黄金梦想号还在500海里内。克莱恩先是一阵欣喜，继而看见3根蜡烛的火苗拔长少许，染上了苍白，带着点阴绿。他知道降临仪式的本质是放开自己的身体，让目标的心灵体附着，完成有效的沟通，本身会缺乏必要的保护，很容易被降临仪式指向的那位侵害。所以提前有做占卜，判断事情的危险程度，而且通过见面和交谈，他认为冰山中将艾德文纳不是一个抱有恶意的人，暂时可以信赖。这时灵性之墙内的风刮出了呜咽的效果，克莱恩只觉一股阴冷冰寒的力量从虚无里降临，试图进入自己的身体。然后他愕然发现自己不像预料的那样只能任由对方附体，有足够的抗衡之力和操作余地。这是怎么回事？他念头刚动，就隐约看见身周有一层薄至无形的灰雾，这是他晋升无面人后才拥有的特殊灰雾的力量渗透入了现实一点。思绪电转间，克莱恩没有犹豫，猛然挥臂指向了悬挂着外套的衣帽架，将那股阴冷冰寒的力量扔了过去。衣帽架上，他的黑色呢只大衣诡异漂浮了起来，双臂各有抬高，略显笨拙。这就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人穿上了他的外套。黑色呢只大衣前飘了2米，然后停顿了下来。他的2条袖子抬起，交错成乘以形。什么意思？克莱恩愣了一下，旋即有些明白冰山中将的意思。没有嘴巴，我无法说话；没有手掌，我无法书写。这就有点尴尬了。克莱恩想了想，直截了当道：我需要一件能窃取别人非凡能力的神奇物品，不知道女士你是否拥有？如果没有，能否帮我问一问你的三父花领杰约德森先生？相应的答案可以写到信里。召唤我的信使送过来。黑色那只大衣的袖子展开，做了个下压的动作，接着他失去了灵魂，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不再那么笔挺。意思是好的。克莱恩无声叹了口气，忙结束掉仪式，将黑色那只大衣挂至衣帽架上，用刷子和手帕清理了一遍。然后他写了封信，用类似的问题咨询阿兹克先生。吹响铜哨，招来信使，取走书信后，克莱恩很有干劲地尝试起第3个办法。他从钱夹里取出那只千纸鹤，小心翼翼地展开，用铅笔在上面写道：请问哪里可以弄到窃取别人非凡能力的神奇物品？放好铅笔，克莱恩循着纹路完成了千纸鹤的还原，对自己的手艺进步不小表示非常欣慰。晚上，克莱恩浏览完信徒们的祈祷，回到现实世界，去盥洗室泡了个相当舒服的热水澡，这让他钻进被窝后很快就睡着，直至在梦中惊觉有力量入侵。
又是那荒芜凄凉的平原，又是那漆黑高耸的尖塔。克莱恩非常熟练地穿门过墙，一直来到高塔的深处。这里依然散落着副塔罗牌，它们围绕中央凸起的地面而放，看似在昭示什么。可身为占卜家的克莱恩只能做出混乱且矛盾的解读。那块凸起的区域上，文字已经更新，银白色的单词构成了3句话。第一句这么写道：我只是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克莱恩表情一滞，仿佛听见有婴儿哭喊道：求求你，不要为难我了，这样的沟通很累的。第二句同样简洁，线索就在你自己身上。第3句则是：别问是什么线索，因为我也不知道。也就是说，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预见到了线索在我身上，却无法预见具体是什么。很有种神棍占卜的感觉。不能这样说，不能把自己也骂进去。克莱恩记住提示，退出梦境，重新入睡，直至天亮。用完早餐，他开始回想自己拥有的物品和经历的事情，寻找所谓的线索。就在这个时候，他灵感忽有触动，快速开启了灵视。白骨信使依然巨大，但和以前不同的是，他的脑袋没再穿出天花板，这是因为他是从地板上钻出来的，他的大半个身体在下面那层。这样的情况下，他平视克莱恩，将回信放到了他的掌心，目睹信使飞快崩散，瀑布般落下。克莱恩怔了2秒，又好气又好笑的低语道：懂礼貌了吗？越来越体贴了吗？自从知道不会被转送给我，改变很大啊。克莱恩迅速收回视线，展开信纸，阅读起阿兹克先生的回复。窃取别人非凡能力的途径是偷盗者途径。在第4季的时候，他属于阿蒙家族、索罗亚斯德家族和雅各家族。4皇之战后，他们已很少再出现。据说部分人员有结成联盟，自诩为命运的隐士。更多的内容我回忆不起来，你可以从这3个家族的后裔着手。阿蒙，原来毒神者是指这条途径。雅各家族是图铎王朝5大天使家族之一，与亚伯拉罕、阿蒙、安提戈努斯和塔马拉并称，而索罗亚斯德家族是所罗门帝国的。命运的隐士，命运隐士，线索在我自己身上。克莱恩突然坐直，想到了一件物品，那是来自兰尔乌斯的神秘徽章，上面的象征符号正是命运和隐秘。第115章克莱恩的方案。兰尔乌斯大概率是序列8的诈骗师，这正好属于偷盗者途径。拥有相应聚会的入场券不是太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事情，相反，这很符合逻辑。于命运隐士们的聚会上求购可以窃取别人非凡能力的神奇物品，绝对要比其他圈子里容易很多。看来这就是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所说的线索。克莱恩坐在床沿，豁然开朗。他忙布置自己召唤自己的仪式，进入灰雾之上，将那枚只有眼珠大小的徽章带回了现实世界。这徽章正面铭刻着命运与隐匿对应的象征符号，背后则有细小的古赫密斯铭文，持有此物即可加入。克莱恩正要灌注灵性，激发徽章，将信息发送出去，同步得到最新的聚会时间和地点，却忽然有些迟疑。一时大意，竟然忘记占卜这么做有没有危险。如果那个聚会里有兰尔乌斯的半神级长辈，借此锁定了我的位置，那麻烦就大了。这就像之前疾病中将特雷茜在很短时间内找来了不老魔女做帮手一样，不能不提防。做人呐，该莽的时候得莽，该怂的时候也得怂。克莱恩拍了下额头，谨慎地重入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用灵摆法做了次占卜，得到没什么危险的启示后，他舒了口气，离开灰雾之上，坐到了旅馆房间内的安乐椅上。随着他灵性的灌注，徽章表面绽放出一层蒙蒙青灰，它们飞快凝聚成不起眼的光束，向着半空射了出去。没过多久，同样的光束返回，散开成巴掌大小的虚幻羊皮纸，上面用古弗萨克语书写着一行单词。1350年6月6日傍晚9点，塔索克和入海口还有4个多月。有这时间，我重新搜集奇米偶大师的主材料都没有问题，唯一的障碍就是钱不够。但这不算困难，我现在有6945磅资产，再卖1到2份非凡特性就绰绰有余了。而且海上多的是移动的悬赏金，不能这么自大，得把4王和7将军排除出去。这算什么线索？克莱恩身体前倾，腰背微弓，再次开始苦苦思索。循着命运隐士们的聚会，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伦纳德·米切尔。诗人同学参与了巴布尔河谷的那场命运隐士聚会，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是执行公务、
还是做私活，都有可能得到窃取别人非凡能力的神奇物品，可以找他借或者买，这才是真正的线索。克莱恩精神一振，迅速有了粗略的计划。第一步，把无线电收报机放到灰雾之上，积累气息。第二步，几天后，利用那台无线电收报机联络魔镜阿罗德斯。第三步，询问从哪里可以较为轻松的得到窃取别人非凡能力的神奇物品。要是答案很清晰，那第四步就跟着提示走，简简单单达成目标。如果答案模糊或者充满危险，第四步则询问诗人同学现在的位置。第五步，让埃姆林怀特那家伙拿着这枚徽章去找诗人同学，看他有没有相应的物品，能否做一次交易。我就不直接出面了，一不小心就会被认出来，那同样麻烦极大。而埃姆林现在算大地母神教会的人，不，大地母神教会的鬼。由他去接触，即使被诗人同学举报或当场抓捕，也不至于被绑上火刑架。有了接下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方案，克莱恩顿时神志清爽，心情舒畅，决定出门吃一条拜亚姆特色烤鱼。深蓝色的海面上，被夕阳涂抹着金色光辉的黄金梦想号正静静航行。达尼兹得到船长的允许，在一道道艳羡的目光里，时而畏畏缩缩，时而昂首挺胸的进入了对方的房间。里面最多的是书架，上方摆着一册册书籍。冰山中将艾德文纳立在书桌前，手握黑色的吸水钢笔，飞快书写着单词。我并没有类似的物品，约德森同样如此，他表示会帮你留意，但这需要足够的幸运。艾德文纳抬起脑袋，泉水般清澈的浅蓝眼眸看向达尼兹。你来布置仪式，召唤格尔曼斯帕罗信使的仪式。达尼兹正想着接下来是否会得到船长的特别对待，闻言诧异的指了指自己，对艾德文纳这好兴致，直起身体，点了点头。这能帮助你熟悉类似的仪式，以后我会考核这方面的内容，好吧？达尼兹收起失望，竭力回想，缓慢的布置好了那只有一根蜡烛的仪式。最后，他在艾德文纳的注视下，掏出枚闪闪发亮的鲁恩金币，摆放于祭台上。接过信纸，达尼兹于心里预演了2遍，才敢往下进行仪式。他退后一步，用古赫密斯语道：我以我的名义召唤，徘徊于虚妄之中的灵，可供驱使的友善生物，独属于格尔曼斯帕罗的信使。灵性之墙内风声激荡，吹得达尼兹焦黄的头发凌乱往上飞起，火苗急速膨胀，仿佛有人类头颅大小，苍白到就如同达尼兹手中的信纸。很快，达尼兹看见一个长发淡金、眼眸如血、容貌明艳的脑袋钻了出来。格尔曼斯帕罗的信使很特别啊，灵界生物怎么可能完全或人一样？还是这么漂亮，只比船长差一点的女士。达尼兹的感慨突然噎住，因为他发现那脑袋并没有长在脖子上，而是被一只手握住发尾提着。他呆愣的看着一个又一个脑袋出来，看着身穿阴沉繁复长裙的无头身影出现于面前。果然还是灵界生物，他为自己刚才的想法感到羞愧。吸了口气，达尼兹忙将信纸递了过去，看见其中一个美丽的脑袋张开嘴巴，用洁白的牙齿轻轻咬住。此时，雷尼特提尼克尔的另一个脑袋也咬住了祭坛上的金币，但他并没有立刻离去，剩余2个脑袋的4只猩红眼睛同时转动，望向了灵性之墙外的艾德文纳·爱德华兹，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好几遍。艾德文纳觉得自己在被审视，而且被审视的涌现出了难以遏制的恐惧。雷尼特提尼克尔收回视线，身影一下虚化，融入了苍白的烛火，火苗重亮，昏黄外散，一切又恢复了原状。达尼兹刚解除掉灵性之墙，就听见船长低沉说道：这不是普通的灵界生物，不是普通的灵界生物。达尼兹一阵愕然，他知道船长是专业的灵界生物研究者，他说不普通，那就真的不普通，超越一般意义的不普通。格尔曼斯帕罗真是一个藏着很多秘密的男人。达尼兹悠然感慨。贝克兰德、乔伍德区，福尔斯用尽力气，终于战胜了壁炉带来的懒惰。他换了条深蓝色的厚棉布长裙，缠好浅灰色的围巾，戴上温暖的女士软帽，在温度不算太低但雾气弥漫、寒意禁骨的天气里离开租住的房屋，乘坐马车抵达了威廉姆斯街。他吸了口冰凉的空气，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作家外出取材，不要紧张，不要表现出异常。前行几步，福尔斯进了家咖啡馆，坐到窗旁，边喝着浓香温热的液体。
边观察来往的行人和对面的房屋，没什么异常啊，就连打架和盗窃都没有。这里是有钱人居住的地方，治安真是比东区好了几百倍。呵，还能看见福萨克人，他真高真壮，就像一头熊。他还有些同伴，哈哈，那些是英蒂斯人吧？衣着真是浮夸，就像在表演舞台剧。贝克兰德不愧是万都之都，能遇到许许多多的外国人。福尔斯逐渐忘记目的，打开笔记本，记录起素材。等喝完咖啡，他又去街上转了一圈，没什么收获的离开了这里，打算周四再来。从雷尼特·提尼科尔手里接过艾德文娜的回信后，克莱恩目送自己的信使消失，确认对方没有再索取金币。看来将金币作为仪式材料的办法还是很管用嘛。他自得一笑，拆信浏览了一遍，见没有收获，他准备继续去街上逛逛，寻找真实扮演的机会，实践之前总结出来的原则。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咚咚咚的敲门声，来访者是艾尔兰船长，我正想找你。克莱恩平静开门道。爱尔兰呵呵一笑道，不需要，只要你用自己的身份登记，我就能知道你住在哪里。总督府和军方在旅馆的管控上还是不错的嘛。克莱恩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爱尔兰半转身体，指了指过道，我带你去见一个人。白马脑号即将返回普利兹港，你如果需要帮助或者有什么情报，都可以去找他。在支付报酬上，我们一向慷慨，这正是克莱恩之前向他提出的事项。好，克莱恩将手伸向了衣帽架，穿戴整齐后，爱尔兰领着他一路来到香树叶酒吧，走向角落位置。香树叶酒吧的地下区域内，巧言者米索尔金看着对面的巨力士奥兹尔道，已经搜集好烈焰达尼兹最近的情报。是的，奥兹尔露出笑容道，上周蓝颜米斯看见烈焰达尼兹和一个陌生的冒险家混在一起，